当你周末在东海岸公园的海里嬉戏时，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就在距离海岸线仅仅100米的地方，一项足以改变新加坡未来100年版图的超级工程，已经悄悄按下了启动键。很多人把填海造陆理解为开着工程船往海里疯狂倒沙子，但市区重建局刚刚抛出的重磅消息直接打破了这个常识。为了推进长岛计划，官方现在要干的第一件事根本不是填海，而是要潜入海底，把海床上的障碍物一个个连根拔起。海底不清空，这块未来陆地的地基连打都打不稳。更夸张的是，市建局明确表态，这个面积相当于2个滨海湾的巨无霸项目，单单是做前期的技术研究和环境评估，就要耗费整整5年。从初步策划到真正落地，更是要跨越几十年的时间维度。一个注定要修几十年的工程，为什么现在就要火急火燎地去清理海床？这18公里的海岸线之下，到底藏着什么让新加坡政府不得不提前出手的生存危机？在公众的刻板印象里，东海岸公园是周末一家人骑脚踏车的步道，是吹着海风吃沙爹的熟食中心，是在岸边浅水区踩水放松的城市后花园。就像今年2月新闻画面里呈现的那样，公众在岸边无忧无虑的玩水，海风、沙滩、阳光，一切看起来都岁月静好。但只要把视角拉高，彻底拆解市建局公布的初步构想，这张温情脉脉的东海岸名片背后，其实藏着一个极度硬核且充满野心的基建版图。从滨海堤坝一路延伸到丹纳美拉渡轮码头，这整整18公里的海岸线，即将平行长出3块高于现有土地的全新填海地，总面积约800公顷。这个数据砸下来是什么概念？相当于直接在海上凭空再造出2个滨海湾。这不是简单的海岸扩建，这是向大海硬生生撕扯生存空间。这不是普通的城市造景，这是在海平面上升的枪口下跟时间赛跑。这更不是什么粉饰太平的面子工程，这是关乎新加坡人未来能不能安稳睡觉的底线防御。有人觉得这只是一次对海滩的豪华升级，大错特错。市建局在3月30日的文告里说得明明白白，长岛计划的核心目的是为了应对海平面上升，保护海岸线，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这根本不是什么休闲胜地，这是一座披着沙滩外衣的国家级防御工事。把时间线拨开，看看官方到底在海底执行了什么级别的战术动作。早在去年8月，长岛计划的战前侦察就已经全面打响，当局在东海岸公园一带海域开展了为期数月的密集勘察。这不是走马观花，而是真刀真枪的硬核工程操作。重型驳船直接开到距离海岸大概100米的位置，下钻头、钻孔、取样，现场原位试验，直接摸清海底地质的底牌。紧接着，勘测船全面入场，测扫声呐、高精度地理勘测、海底电缆探测一通全景扫描，把海底的地形地貌和历史遗留物扒得一干二净。而现在，随着市建局3月30日的最新宣告，行动彻底升级，官方要在开始填海前，分阶段移除海床上的废弃物、旧管道等障碍物，还要把后续造陆需要的巨量材料提前运到海里囤积。这套行云流水的连招，就是在为这头横跨18公里的基建巨兽提前铺平赛道。只要去现场看一眼，就能感受到那种极具赛博朋克感的画面撕裂。一边是岸边穿着泳衣嬉戏、享受热带阳光的普通人，另一边仅仅100米开外的左后方海域，庞大的工业驳船犹如钢铁巨兽般静静蛰伏在海面上。巨大的钻探设备正穿透海水，直插海床深处。休闲与重工业，日常的慵懒与未来的生存焦虑，在这短短100米的距离内形成了极其强烈的视觉冲击。经常去东海岸跑步骑车的朋友们，从去年8月到现在，你们有没有在海面上注意到这些距离海岸线只有100米的勘探船？当时你们觉得这些钢铁巨兽到底在干嘛？把你的猜测直接打在评论区，我们看看有多少人真正看透了这层伪装。为什么一定要选在这18公里的海岸线动刀？因为新加坡在气候变化面前根本没有退路。作为全球地势最脆弱的岛国之一，全国有1/3的土地高出海平面不足5米。海平面上升在这里绝对不是科幻小说里的远期威胁，而是悬在头顶随时掉下来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长岛计划的底层工程逻辑极其巧妙，它不是顺着现有海岸线平铺过去的，而是由3块独立且高于现有土地的填海地块拼图而成。
高于现有这4个字是整个计划的核心机密。它在物理层面上本质就是一堵巨大的海上防波堤。这堵墙不仅要把未来极端的风暴潮和海水死死挡在外面，还要在长岛和现有东海岸线之间硬生生抠出一个全新的蓄水池。这是用暴力的地理重塑来对抗气候变化的物理制裁，一举解决海岸防御和国家水资源储备2大生存痛点。再来算一笔跨越数十年的基建经济账。为什么市建局要在文告里反复强调工程规模浩大，必须提前做准备？因为在海洋工程领域，这种级别的填海造陆，资金和时间的沉没成本是呈绝对指数级增长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系教授、海岸保护与防洪研究所主任罗永强教授直接点破了天机。他指出，新加坡填海造地历史悠久，经验极其丰富。这句话背后的潜台词是什么？意味着官方太清楚海底那些烂摊子，如果不提前清理干净，等填海主工程全面铺开，成百上千艘运沙船和挖泥船进场时，只要因为海底一个废弃管道卡住进度，每一天的停工等待，烧掉的都是天文数字的纳税人预算和设备租赁费。先把海床清空，把建筑材料提前移到海中指定位置，这在工程管理上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用前期相对低廉的时间成本去换取后期主工程启动时的绝对推进效率，但基建狂魔在现实社会中就真的能为所欲为吗？完全不可能。这也是长岛计划在执行层面面临的最复杂的社会博弈。市建局从2023年11月到现在，足足咨询了超过14000名公众和利益相关者。这14000份民意里，藏着巨大的诉求撕裂与认知错位。环保组织和部分公众想要什么？想要保护现有的海洋生物，想要保留脆弱的潮间带生态，想要未来的长岛上依然有天然沙滩，有生态护岸，甚至要求在那个新建的海上水库里能继续玩皮划艇等水上活动。但冷酷的现实工程逻辑是什么？罗永强教授直言不讳地指出，任何前期准备工作必然会扰动海床，并在小范围内导致沿海水体混浊。你要造陆保命，要打下坚实的地基，就不可避免的会打破现有的生态宁静，甚至造成短期的环境破坏。如何在保命的硬核基建和照顾大自然与公众情绪的软诉求之间寻找平衡点？为了把这种拉锯战拆解透彻，直接套用一个生活化的硬核比喻，这就像是你家祖传的老房子地基下沉，面临随时漏水淹水，甚至垮塌的灭顶之灾，你必须要做全屋的结构大翻新。这就是长岛计划。但现实情况是，你现在一家老小加上满屋子的宠物还住在里面，也就是东海岸的游客和海洋生物。你绝对不能直接上挖掘机进行暴力强拆，你得先小心翼翼地把屋里的杂物一点点清走，对应移除海床障碍物，还得拉上防尘网，保证施工灰尘不能太大，对应控制海水混浊度。同时你还得召开家庭会议，听取全家14000个亲戚的意见，保证翻新后的房子不仅坚固，还得带个漂亮的花园，对应生态护岸。这种既要保命又要保生态，还要顾及公众情绪的工程管理难度，堪称绝对的地狱级。这就是为什么市建局必须反复对外强调，现在的准备工作绝对不代表计划已经最终敲定。真正的填海主工程必须在长达5年的技术研究和环境缓解措施彻底出炉后，才会实质性动工。当我们今天站在这里，看着距离海岸100米外的那些重型勘探驳船时，我们看到的其实根本不是一台台冰冷的钢铁机器，而是新加坡这个国家跨越经济周期与历史长河的生存焦虑，以及随之而来的极致理性。长岛计划从初步策划、环评、清账到最终填海落实，需要长达数十年的时间。这意味着，今天坐在办公室里主导这项超级工程的规划者，今天在东海岸沙滩上玩水的成年人，可能其中有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无法亲眼看到长岛全面落成、投入使用的那一天，但他们依然愿意在当下花费整整5年时间去死磕技术研究，去耐心的咨询14000人，去分阶段小心翼翼地清理那片暗流涌动的海床。这绝对不是在搞什么短期的政绩工程，这是这一代新加坡人在用极度务实的基建手段，为下一代甚至下下一代人提前支付在这个地球上生存下去的昂贵定金。当几十年后18公里的长岛真正浮出水面，
那3块高于现有土地的钢铁防波堤彻底挡住汹涌的极端海潮时，那时的东海岸，还是我们今天记忆中那个充满市井烟火气的东海岸吗？在生存的绝对刚需与生态记忆的得失之间，新加坡到底做了一笔怎样的跨世纪交易？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聊聊你们的真实看法。关于长岛计划未来几个月即将公布的更多硬核工程细节，以及这新增的800公顷土地究竟会如何彻底重塑新加坡的房地产格局与城市重心，我会持续为大家进行深度追踪与拆解。如果你也关心这座城市运行的底层逻辑和财富密码，别忘了点赞、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我是阿明，我们下期见。